嗨，大家好，我是伊娃。今天的影片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近2年来使用的空空瓶们。我刚刚拍完影片啊，然后有这2袋耶，超夸张。这一袋是普通的瓶瓶罐罐，然后这一袋呢是那个喷雾类的，就2大袋。哦，超多超重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分享我的空空瓶嘛。那我希望之后可以定期的做这个影片，可能累积到10罐就做一个，不要一次累积这么多，好累哦。我的肌肤呢，基本上就是很干燥、很敏感，然后像发质的部分呢，就是比较细软，然后容易塌的。所以，假如你的状况跟我相似的话，你可以参考看看我使用的心得，再决定要不要去购买我分享的这些产品。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今天的影片吧。现在灯光好差啊，等一下你们就会回去看到白天的时候的样子了。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今天的影片吧 ，Go！ 嗨，那现在呢，第一个系列的空空瓶呢，会从雅漾这个品牌开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看后面。就是我用了超多罐活泉水的，那我自己统计之后呢，我这1年内至少用完了10瓶的活泉水，150ml，对，就是这个大小的，然后用完了2瓶这个50ml小样的，那还有一个空空瓶呢，我丢在美国，所以这边大家看不到。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活泉水我使用上的心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脸就非常敏感，之前比较容易发痒的时候，我会用活泉水来止痒。那我使用方法一样，也是这样喷在空气中，让脸去接触之后呢，再往脸上这样喷。那我大概也会喷个5到10下左右，会让脸觉得湿湿的，然后像化妆水一样这样把它拍开之后，再做后续的保养。那我觉得活泉水它真心改善我敏感的状况很多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舒缓吧，因为敏感肌在脸发痒发烫的时候会很想去碰脸，但其实那时候碰脸是对脸最不好的时候，所以活泉水可以稍微挡一下。因此我就是买了超多，而且我最近又囤货了一些这个更大 size 的活泉水，这是300ml的，比较大瓶一点点。那我通常购买就会找一些比较优惠的时候，药妆店还蛮常在做活动的，所以我真的超级推荐活泉水给所有敏感肌的朋友。那一般肌肤适合的喷雾呢，我晚一点会介绍。除了活泉水之外，还有这个雅漾舒敏的乳霜吧，我有点忘记全名。我把名字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去看。那这个产品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在我一开始皮肤是比较偏向干肌或敏感的时候，如果我偶尔长一块小小的红痒或湿疹的时候，我擦上去，隔天立刻好，非常惊人。可是到后来我敏感肌问题发生比较严重，然后酒糟肌的时候，这个东西突然就解救不了我，所以我后续虽然有买一些，但我也没办法用。就是大概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干肌以上的肌肤吧。就目前它救不了我啊，伤心。再来一个我也还蛮推荐的是这个，他们的沐浴乳也是敏感肌干痒用的那种沐浴乳。这个去年夏天的时候疏解我全身干痒的问题，非常的有效。就是我那时候夏天可能太热了，然后全身会很痒，一直红肿，然后我身上就是关节处会很容易有那种抓痕，会一粒一粒的。完整的把这一罐用完之后呢，全身很瘙痒的那种状况真的缓解很多，所以这个我也很推荐你皮肤容易干痒的人，因为有可能是你原本使用的沐浴乳太刺激而你不知道，所以这种比较温和，然后适合敏感肌、干痒肌的推。那雅漾的空空瓶分享就到这边，我们进入下一个品牌。好像摇一摇证明没有比较对。它倒了，都没有了，它的盖子飞出去了，差点被攻击，没有了。然后这也是没有了。这个部分呢，目前可以看到5个空空瓶，那一样是那种保湿喷雾，它有火山泉喷雾，然后这是在我敏感肌没有爆发炎之前，我非常爱用的喷雾，然后我觉得它的保湿度，然后让肌肤变健康的那种程度效果很明显，就是
如果夏天你觉得很缺水的话，喷这个一阵子，效果真的改善非常多。所以我原本是非常热爱维姿的火山泉水，我有点忘记全名了。后来因为元宝推荐我雅漾活泉水的关系呢，我就先暂时回到雅漾活泉水的怀抱。然后维姿的这个火山温泉水呢，它其实在我心目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如果你是肌肤非常健康的朋友，推荐你这一款，因为其实很多肌肤很健康的人有私讯我说，火泉水真的好用吗？我用起来就是很没感觉。那时候我就会推荐他们去用一个维姿的，我很喜欢。那维姿除了这个火山喷泉水之外呢，我也很推荐这一个维姿的卸妆水，它叫深呼吸舒敏卸妆液，它是无色素、无酒精、不添加 paraben 防腐剂的一个卸妆水。然后我之前好像有推荐过，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卸妆力就是算蛮好的，而且也很温和，所以我很喜欢。而且我记得我有回购，为什么只剩1瓶空空瓶？应该有2瓶才对。可恶，反正呢，这个我很推荐给你喜欢卸妆水的朋友。我用它，我不会觉得敏感，也不会觉得刺激。推。丢。好的，我介绍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直接来到第20个空空瓶。第20个空空瓶呢是这个迷净丝的 HA 系列的保湿喷雾。然后我觉得这款保湿喷雾是我刚刚介绍的这3款里面保湿力最强的，就是它真的很像化妆水那样，然后它的那个喷出来的分子是最细的，就是你们听这个声音，或是有，我还有一点点呢，可是你看它已经没有声音了，可是它还剩一点点，可能残留在那个里面，就是它是那个最细，但为什么它听起来已经没有了，可是它还有喷出来啊，就是一点气声，你们听，就我觉得它是这3款里面分子最细，然后最有保湿感，最像化妆水的保湿喷雾。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追求保湿度、极度干燥肌，你可以试试看这一款。OK， 好，那再来想要推荐的呢，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2个产品，也是我非常爱用的2个牌子。一个是这个舒特肤的温和卸妆乳，或是什么温和洁颜乳之类的，就是这个是洗卸合一的产品。然后你们听，它已经完全空空了，我现在正在用第2瓶，然后它就是挤出来是一个凝胶状，然后卸妆的话非常的温和而且舒适。我用它大概半年多以来，从来没有过敏过。然后就算是脸有点敏感问题，但是为了工作要上妆再卸妆的话，也会得到一些舒缓。所以这个产品我非常推荐给敏感肌、酒糟肌问题的人，因为这是我现在 right now 正在使用的产品。这一款我真的很推荐，对，然后记得要买这个蓝色的头，不要买成比较原始版的绿色的头，那2个是不一样的产品，不要搞错。好，再来是也是去年有读者推荐我也在影片当中推荐过蛮多次的这个安心霜理肤宝水的安心霜清爽型，然后这个是我用的空空瓶，我现在还正在用第2瓶当中。那它一罐大概我用了好像2-3个月左右，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质地，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它的威力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脸子干燥到脱皮，非常痛非常痒，然后我就把这个安心霜挤一层在手上，推开再薄涂在脸上，就是看不见那个乳液颜色的那种薄涂。隔天早上起来，皮肤状况真的好很多，就是有一种被消炎舒缓的感觉，非常喜欢它。然后这一罐的问题好像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挤成像我这样，就是好像它会卡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真空设计的关系。那如果你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找你原本购买的药局，或是打电话给客服吧。然后理肤宝水的产品它只有在药局有，所以你们要上它的官网去查说离你家附近最近的通路是哪一间店，药妆店是没有的。接下来要分享的呢是去年才刚进入台湾的 Free Plus 的这个化妆水，目前是用完一个大瓶的跟一个小瓶的，还有大概是8成的大瓶还剩一点点，那就想说给大家看一下。Free Plus 呢，它也是以一个以敏感肌为出发点的
温和保养品品牌。然后我喜欢它的产品是因为它的产品是没有什么味道，也没有含酒精，就是不会有一些对敏感肌会造成负担的成分，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化妆水。然后这个化妆水它其实有分清爽型跟滋润型，那我选择的是清爽型。它一般贩售的大小是这个130ml的，然后它之前有卖旅行组40ml的，我不确定还有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这样空罐子。那我之前就是平常在家用大罐子，然后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就分装到小罐子里面，这样子旅行就很方便携带，也可以带上飞机。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推荐给大家。Fruit Plus 是在屈臣氏就可以买到的品牌，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是干肌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看这个品牌，因为它真的是属于那种最温和，然后无香、无味、无色的那种保养品，是我很喜欢的。第25个到第32个空空瓶，我们来到了 FANCL 的这个品牌。我一共用完了4瓶基底液跟3个平衡乳。我用的系列主要分成2个，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橘色的。那蓝色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比较基本的保湿，那橘色对我来讲的话，就会是比保湿再多一点滋润的感觉。那我通常使用的话呢，就会搭配一组使用。我在打保龄球吗？我就会搭配一组使用，一个是基底液，一个是它的平衡乳吧，如果我名字没记错的话。然后就是洗完脸之后呢，就使用这个基底液擦在脸上，再擦平衡乳，就可以还蛮安心的去睡觉。我自己在使用的状况上面呢，是我的基底液会用的比平衡乳更快，因为我喜欢就是脸上湿湿的多一点那种感觉。然后平衡乳的话，我可能就是压1下或2下薄擦在脸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基底液会比那个乳多用1瓶的原因。然后就是空空瓶在这里。哦，对，我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 FANCL 他们柜上有肌肤检测的仪器吧，所以假如你是对 FANCL 产品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他们的店面或者是百货公司里面做肌肤检测，然后再让柜姐推荐给你适合的产品，大概是这样。好，我现在把空空瓶全部丢走。哦，然后 FANCL 他们的那个理念是说，他们希望保养品都是最新鲜的让消费者使用，所以他们的那个包装都是这样小小的，然后希望你拆封后可以在30天用完。对，大概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才一次买比较多囤货，想说可以不用一直跑柜上。好了，再来轮到的是日本的皮肤科医生创立的品牌 Dr. Celebo。这个品牌呢，一样是在台湾就有专柜啦，然后它在台湾好像也有官网可以购买。那我用完的这一瓶是安心霜，这一瓶也是我现在用到第2瓶，然后是我跟我爸会一起用的，因为我爸是脸那种超干，然后很容易脱皮的那种肌肤，这一瓶的滋润程度对他来讲非常适合，所以我现在跟我爸就一起用这个黄金霜。然后我觉得黄金霜在冬天非常干冷的时候，效果非常的显著。我觉得很干很冷的地方，我都一定会带着它，因为我觉得它的保湿力跟对肌肤的那种保护力是很足够的，所以非常推，也是超级空的大空瓶。那而且 Dr. Celebo 的产品也是一样，就是香味非常的不明显那一种。然后这个黄金霜不含酒精，非常的温和不敏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就是一直狂选英美级的产品，或是皮肤科医生创的品牌，或是敏感肌专用的那种，这个真的很推荐。然后大家如果跟我一样肌肤比较干燥敏感的话，建议还是先去柜上摸一摸质地，然后局部测试跟闻一下香味，看自己喜不喜欢。我通常还是会以选择香精味到最低，或是比较接近原料味的那种产品为主。然后就推荐 Dr. Celebo 给大家，这是一个我觉得肌肤干燥到不行，然后甚至是比较熟龄肌都还可以用的产品，推。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台湾的保养品牌北纬颜值，这个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米萃精华，这是我在他们家品牌里面算是前3名喜欢的产品。然后我印象中也是这个我已经用完2瓶了，为什么我只找到1瓶空空瓶？那米萃精华呢，它就是比较走一个水质地精华的感觉，然后它是非常适合敏感肌，用来舒缓我的泛红，效果非常明显，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一样就是，它这个压头没有办法把全部都压出来，但是你可以这样打开，再把它们用完。我也是刚才发现。
因为我一直以为不能打开，超白痴的，所以我还可以把最后一点点用完。北纬研制是一个台湾自己出的保养品牌嘛，然后它历史还蛮悠久的。它除了在网络上可以购买之外，像是在成品也有柜位，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实际摸摸看它的质地，闻闻看它的香味，了解它的品牌的话呢，可以到成品走一遭，可以上它官网去查询。我自己个人对这个品牌的好感度很佳，因为我觉得它在行销上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品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然后这个产品。然后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观众，之后来台湾旅游的话，一定要接触看看这个产品。这是台湾很特别、很具有特色又很好用的保养品牌。如果要说是台湾必买的伴手礼的话，我觉得北纬研制的产品非常可以。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它好像在香港也可以买得到，我不是很确定。然后就这样啦，推荐再推荐。我这个产品只有推荐2个字可以说。再来是一个我比较久之前用完的产品，是叫做 Dr. Pro TK 的玻尿酸清爽保湿原液。然后我后来有再买一罐比较大罐的，那就先给大家看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玻尿酸保湿原液，我觉得它好用的地方是一样，它无色、无香、无味、无酒精。然后它除了自己保湿脸部肌肤之外，如果混入底座产品用的话，效果也非常好。就是如果你用过了很多坊间的保湿产品，你都觉得不够力的话，不妨试试看比较属于原液系列的玻尿酸。再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有一阵子非常爱用的一组保养品，就是阿鲁比用的渗透乳健康化妆水，还有基底奇迹E。这套保养品呢，我就是刚好用完2组6罐。然后使用顺序呢，其实从基底液先，然后使用这个渗透乳按摩全脸之后呢，再用健康化妆水湿敷。那通常用完这一整组，肌肤就会有一种很明亮、很透亮的感觉。上妆之后呢，那种自然的发光感会变得更明显。基本上有些人会担心健康化妆水的味道，就是有人会说比较像是明星花露水之类的，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然后敷在脸上我也会有一种觉得凉凉的，然后肌肤很被保养的感觉。然后一样阿鲁比用有专柜，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一套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专柜，然后柜姐会帮你忘记是试保养全脸还是半脸了，总之他会帮你试用，给你讲解之后，再让你带一点点小的试用品回去测试。所以我还蛮喜欢阿鲁比用他们家保养品，然后之前也有在周年庆囤货。我觉得这3个一起用最有感。我一开始好像是先买健水，然后再补渗透，然后再补这个，就是有点像慢慢入坑，慢慢对这个牌子越来越喜欢的那种感觉。大家也不一定要一次买3套，不过我现在想到好像快要母亲节了，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优惠，大家就是自己上网看一下咯。到了第41个空瓶，是 SK-II 的美白系列，主要是分成2种，一个是美白精华，一个是美白淡斑精华。然后我个人是更喜欢淡斑精华，因为我的脸有时候会长一些小粉刺或小痘痘，后来就会有色素沉淀，然后肤色就会看起来非常不均。但是用了 SK-II 的这个美白系列之后，改善效果非常显著。这样子的美白系列是我觉得是我目前用过，就是你知道1个月内改变最显著的美白产品，尤其是针对那种斑点的色素沉淀，我觉得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银色是它的旧包装了，所以它新的包装应该现在是长这样子。那淡斑精华呢是白色包装的，然后美白精华呢它是带有点逆光包装的。然后它的设计很特别，是你一次就是用1滴管的量，然后它这边有个压头，你可以直接压下来，还剩1滴。然后你锁进去以后呢，它会自动填满滴管，你就不需要再吸放。它的质地是非常透、好吸收的质地，但是在香味的部分呢，应该是我以上介绍所有产品里面香味比较明显的一个产品，就是跟健康化妆水的味道就是有得比，就是它香味程度比较明显，但是不会让你不舒服。SK-II 一样也有肌肤检测的仪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样靠柜去测试你的肌肤年龄，然后肌肤状况，让它推荐你适合的产品。那这个美白的产品真的是我就是用过最快速有感的产品。接下来是眼唇卸妆品的分享，这边一共有
5瓶空空的比菲斯塔的眼唇卸妆液，还有2瓶我的美丽日记眼唇卸妆液跟1瓶的1028眼唇卸妆液。那这3个眼唇卸妆液里面呢，很明显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比菲斯塔的蓝色包装的眼唇卸妆液，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目前用起来最喜欢的开价眼唇卸妆产品。它就是使用填压扇稍微摇一摇，然后就可以很快速的卸除眉毛、眼妆、就是睫毛、眼影跟唇膏，我非常喜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买超多瓶，然后就不断的回购。然后这2款我是觉得也算蛮好用的，可是就是整体的使用感方面的话，我还是最喜欢比菲斯塔。然后再来是这一个爱杜莎的高效毛孔洁颜凝胶吗？这个产品是我觉得一个还蛮特别的洁颜产品，就是它挤出来是一个凝胶状，可是它后来碰到水之后就会自己发成慕斯状的泡泡，所以你擦到脸上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泡泡，你不需要再自己搓揉，然后那个绵密的泡泡就可以很清爽的把你的毛孔洗干净，而且它洗完会有一个有点像柚子香还是什么凉凉的味道，夏天用脸会非常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出油或者夏天觉得脸很闷的人，用那一个洁颜凝胶的话，你会非常的喜欢。嗨，我刚刚相机没电了，所以充电一下才又开始录。现在天色已经变暗了，我要赶快讲完。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从洗澡、洗头的产品开始做分享。那首先呢，洗头的产品好了。洗头产品呢，我个人就是很爱那种蓬松型的洗发精，因为我头发实在是太细软了，所以呢，我会非常推荐这个台塑生医的什么固色洗发精，它主要是走比较护色的洗发精，因为我染头发，所以它可以让头发褪色比较慢，它洗起来非常的蓬松，然后让头发觉得不会很容易塌，或是有一种黏塌感就是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很推荐。然后它比较常是会有那种洗发精跟润发乳一起买有优惠的 combo。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药妆店看说有没有这样的组合，用组合买的话会比单瓶更划算。然后再来是这个 Aveda 的运活精华洗发精，这个运活系列它主要主打的是比较养发，可以让你的头发变得比较健康，然后长比较多一点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旧款的，所以它洗发精会有点稀稀的，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是一种卡其色，所以一开始我打开的时候还想说它是坏掉了吗？但是洗完之后我也是觉得它的洗发精的蓬松感是我很喜欢的，但是 Aveda 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纯香洗发精，可是这个也不错，所以比较适合头发稀疏，然后你想要养发，然后需要蓬松感的人，就是推这个运活系列。但我个人以香味还有整体使用感的话，我大爱醇香。然后洗澡的话呢，这边有2个，一个是 Biolay 的精致精华沐浴乳。然后我当初会买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包装非常的可爱，就是因为沐浴乳都长差不多，然后我想说哇，植萃精华油好像很保湿，然后皮肤比较不会干什么之类的，然后加上它的包装很可爱，香味我也觉得还可以接受，就买了。然后用完也觉得还不错，但我之后可能还是会考虑去多尝试别的沐浴乳品牌。然后这个La Biote 嘛，不会念，就是韩国的一个彩妆品牌出的，液态皂嘛，因为它就像沐浴乳，不过它是透明的。然后这是我去买唇膏送的，然后我也是非常节省的把它用完了，就还可以啦，但是不用刻意去买，这个就不需要它。最后一个是这个 Yoko 的发油，这是我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非常喜欢用的发油。那我现在比较觉得没有那么非它不可，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用过的东西。接下来进入到如果你不爱洗头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干洗发的空瓶。哇嘞，完全没有拍到，拿过来一点。
好，这样看到了吗 ？OK， 那我用过的干洗法呢，目前有3个品牌。第一个品牌呢是这个 Bestie 的品牌，这个在药妆店蛮常见的。然后再来是这一个蔻罗兰的品牌，蔻罗兰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洗发精品牌，然后它有推出干洗法。接下来是 Aveda 的干洗法，那是我最新买的，然后还没用完，所以它没有出现在这个影片里面。目前以这2个干洗法空瓶来做比较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蔻罗兰的干洗法，它叫控油蓬松干洗法喷雾。然后我比较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味道很低，然后我觉得 Bestie 有点太香。那我通常都是用这个 Original 的味道，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用了蔻罗兰之后，我就更喜欢蔻罗兰的味道。然后在2个使用感上面的话，蔻罗兰的粉质比较细致，然后 Bestie 的控油能力比较强。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它的粉比较粗的关系，所以它控油能力比较强，然后它比较细的关系，所以它控油能力我喷一样的量，相对我会觉得比较弱。整体使用感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蔻罗兰的。可是怎么讲？比较有预算限制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 Bestie 这一款入手就好。然后，因为我真的不是那种喜欢香味很重的人，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用 Bestie， 就是用 Original， 再来可能是 Fresh， 接着绝对不要用这个 Blush， 就我觉得太香了，我不喜欢。觉得干洗法就是一个懒得洗头，或者你觉得头发好像有点塌了，可以帮你做补强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尤其是对我这种软塌细软发来说，你看现在它就有点塌塌的。如果你们有用过其他好用品牌的干洗法的话，也欢迎留言跟我说。那最后一个空瓶呢是扩香瓶，噔噔，这个 Helen and Wito 的扩香瓶，它其实已经空瓶还蛮久一阵子了。只是我就想说，空瓶虽然不算化妆保养品，到底可不可以介绍？我还是把它拿出来。然后这个相关品牌的扩香瓶跟蜡烛，我都还蛮喜欢它的味道，因为它的味道是走一种比较温温淡淡的，不会直接这样刺激你那一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那扩香瓶的使用方法呢，基本上就是依照你的房间或是室内坪数去决定你要放几根这个竹签，那越多的话就会扩散越快。所以，譬如说我在厕所就只放1根，因为厕所的空间很小，如果你一次放很多根的话会太浓。我曾经这样试过，超级可怕。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讲了60几个产品，好累哦，但是很满足，因为终于可以把这些垃圾都丢掉了。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空瓶，或是在我今天空瓶介绍的产品当中，你们也喜欢哪个产品？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把影片看完，我们下次见，拜拜。